车是响，夜晚撞进卡车里。前段时间，懂车帝推出了一期辅助驾驶测试节目，结果挺颠覆大众印象的。好多热销车型在高速测试场景中表现不佳，有15款车全部失败。相较之下，特斯拉的2款车型表现还行，仅有1个不通过，也就认领了榜首。之后，马斯克还在推特上转发了这个节目，说由于数据出境限制，特斯拉在没有本地训练数据的情况下，仍取得最佳成绩。当然，这期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，有人说懂车帝屁股歪是对所有中国车企的羞辱，有人说懂车帝是打压华为、打压中国智驾，还有人说整个测试过程有问题，像华为本身驾驶风格就激进，而特斯拉风格偏保守，所以不公平。其实我简单看了那期节目之后，挺波澜不惊的。其一，因为它主要测试的还是特斯拉的 FSD 功能，虽然里面有一些安全功能可能 AP 也会有，但是我现在情况肯定不会考虑在 Model Y 上买6万多的 FSD 的，所以也就觉得即便它表现还可以，但好像跟自己没啥关系。其二，在之前半年我自我放逐远离了国运之后，在清迈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坐过汽车的，一直都在骑摩托，所以我甚至都觉得汽车快跟我没啥关系了，毕竟等回到清迈之后，我又会开启摩托模式。所以未来辅助驾驶是遥遥领先还是遥遥落后，其实我都不太容易有机会感受到了。说回我的 Model Y， 我是在2022年9月份提车的，到现在也是接近3年的时间了，行驶距离31850公里。作为一辆电车，开的确实挺少的。我离开期间，父母也不怎么开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智能化的电车挺复杂的，他们很担心操作失误，就始终有一种抗拒的心理，就没怎么用。对于这一点呢，我也挺无奈的。那么用的挺少的 Model Y， 现在电池健康度到底如何？刚提车的时候，充满约530公里，第1年515，第2年约500，第3年就是今年496公里。但这个数值也只是一个系统估值，因为回来之后经常开空调使用。不过既然是电车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电池的健康度肯定会有所下降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电车真得是趁电池严重衰减之前高频使用才是划算的。现在如果是日常通勤使用，特斯拉官方推荐把电池充到80%，而非以前的90%。另外还有网友提到，如果长时间车用的比较少，就要注意高胎压下轮毂变形的问题，还需要注意车内饰容易受潮发霉以及进虫蚁这些。不过我可能运气比较好吧，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些情况。这次回来我算是很高频的在驾驶它，几乎每天都会开，加上家里是装了充电桩的，所以日常使用这个体验是爆赞的，真的体验很好。然后出行的话也几乎感觉不到用车成本了。有时候室外是38度、40度高温，但是从家里出来坐电梯直达停车场，车内开着20度的空调，行驶在路上也挺舒适的，根本感觉不到热。到了某个商区的地下停车场，吃饭期间又是全程空调，有时候回来偶尔遇到暴雨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总之我感觉频繁驾驶车辆出行，它就把我和外部环境隔离开了，就有可能出门一天我既不怎么出汗也不会淋雨，它偶尔确实会给我一种生活很精致很高级的感觉，但偶尔我也会觉得迷失在城市之中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驰骋在道路上感受真实的风了。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最近1个月的充电统计，总共是充了244度电，系统预估能行驶1919公里。我一般是设置在凌晨充电，大概花了63元，每公里的电费成本就是3分3左右。这个用车成本就真的太香了。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 Model Y 本身车价就不低啊，但我觉得这个属于是心理因素吧，就是当我觉得这个用车成本很低的时候，我就会更愿意去使用它。要放在以前燃油车时代，来回50-60公里，我就会有经济性考量。但现在我觉得只要时间上能接受就好。关于这辆 Model Y， 很多人都有问过我，你后悔过吗？
我当然比较后悔，但后悔的是买车的时机，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之后会展开长期旅居生活，而一旦跨国，车就属于不动产了，长时间不用它，真的就很亏，很不划算。而且由于中国电动车行业的高速发展，也导致电车保值率大大降低。我看了下网上二手电车的价格，真经惨了，感觉或多或少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消费陷阱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也不太后悔。我至今仍然觉得，既然当初要买电车，那买特斯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毕竟，即便我现在在中国，我依旧可以大胆的去骂它的产品，骂它的品牌，甚至指责马斯克过去的荒唐愚蠢行为。而且，如果我用车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也敢拍视频维权曝光什么的，就一点都不怕不怂，也不用去担心什么普通网民看到觉得我是给这个品牌抹黑，然后给美国汽车业添堵什么的。所以买特斯拉它就是纯买车，非常纯粹的消费行为，批评有自由，维权有优势。虽然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人把特斯拉当成了宗教产品，不过我相信前段时间马斯克的一系列表现破碎了很多人心中的滤镜。但是呢，相同的故事现在又在很多汽车品牌上复制。在很早之前，我聊过 FSD 定价不够灵活的问题。但凡它支持什么花呗12期、24期、36期，销量可能都会有很大的不同，甚至说按月、按天的这样售卖，没准我都会因为好奇买来测试一下。可能它也有一些顾虑啥的吧。但现在这种购买方式肉痛感很强烈，而且马斯克自己也说，特斯拉没有中国的本地训练数据。那懂车帝的节目这一次对特斯拉而言，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广告吧。但我猜测它的体验远不如北美 FSD。可能就像国行版 iPhone 和海外版 iPhone 存在的差异一样，在这1个多月时间里，我的 Model Y 主动安全激活过2-3次，并非我驾驶不当，而是一些特殊情况下它被动唤醒了。其中一次是一个骑电动车的人直接迎面逆行过来，很夸张，系统就强制减速，并且朝右边打了一把方向。另一次是路边有工人占道施工，他们把锥筒放偏了一点，我开车经过的时候直接刹停了。当时把我吓一跳，还以为是压到了什么低矮物品，我没有看到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主动安全系统虽然在判断精准度上现在还无法媲美人类，但是呢，它确实能够提供及时的安全预警，并且在执行操作的时候是偏保守策略的，这点从安全角度出发还是可取的。因此，我对它整体驾驶安全性还是比较认可的，也明显感觉到系统在不断的进步。不过现阶段而言，它可能真的不太懂中国式交通、中国式道路。看过我之前折腾充电箱视频的网友应该有印象，我在自己停车位上弄了2个充电桩，连电闸都有2套，其中过程比较曲折，就不多说了。过了这么久，有没有出问题呢？还真的出了，就是我那台4G 工业路由器 WiFi 功能没有问题， PoE 供电却坏掉了，原因未知，可能是地下室太潮了吧。反正这就导致我买的 TP-Link PoE 有线监控用不了，确实挺烦人的，但是我懒得修了。解决方法就是换了一个米家的无线监控，因为是双摄，加入了米家，我爸反而觉得更加方便了。当时在电箱弄4G 路由器加装信号天线的时候，就有网友留言说，不如一步到位，找运营商拉一根光纤过去，这样就能一劳永逸。但那个时候真的不想折腾了嘛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还不如当时就把问题全解决。充电桩位置如果有了运营商的有线网，这个体验真的就拉满了，随便用一个淘汰下来的无线路由器都可以。在经常开 Model Y 的这个月，因为有了之前清迈小城的生活对比，我突然就对城市交通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比如在成都的南面一些区域，各种密密麻麻的高层聚集，几万人住一条街，然后就出现了严重的停车位不足、道路高峰拥堵问题。加之路网密度不足，跨区的2点之间往往就是用一条大路连通，拆房不可能，修路也无空间，而现行政策反而增加了拥车量，我感觉效果很有限。比如现在大家的消费都逐渐朝商超综合体聚集，连很多小店都需要开车去地下停车场，然后坐电梯上去吃。
这样固然方便，但聚集本身就会拥堵。像我家附近有2个商区，其中一个地下停车场就只有负1层，停车挺难的，很拥堵，特别是高峰时间段难进难出。另一个好一些，有负2层，但是高峰时间段也很难找车位。再比如，虽然现在很多高层小区都为用户装充电桩提供了便利，但我还是觉得电车更适合那种小别墅，有自己的车库，想怎么折腾都可以，没准还可以用太阳能来充电，特殊时期还可以成为大号充电宝啥的。但现在我们有一些高层地下停车场，连消防车都难进来，所以我还是觉得电车更适合低密度分散性的城市。但恰巧我所在的城市，它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用电车方便之余又不是那么方便。再者，当然就是一些人行车素质不高，经常遇到一些小拥堵，就是有人乱停路边、路中间掉头、频繁变道导致的。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原因真的很无语。城市过大加之交通过差，的确也会显著影响整体开车的体验，从增加时间成本到对心理和身体造成的压力。就我回来之后有几次跟朋友赴约，都是单程1个多小时，多几次我真的要崩溃了。之前在清迈生活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对自己以前买电车的这个行为进行了很多反思，就是当时家里明明是有车的，也还是够用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再买一辆电车呢？这大概就是陷入了像买房一般的执念吧，就觉得这好像是迈入中产生活的一种必需品一样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这一切都是虚幻的。当时我也是真信了网上的一些消费主义话术，说什么只要自驾很多地方那就值了，然后电车势不可挡，未来必将替代燃油车，还有家里应该大车配小车，巴拉巴拉的。但是现在我是真正的意识到了，车真的没有那么重要，并非必购买必升级不可，我也不应该亲自去做市场试验品。至于电车的未来，我现在比以前反而更加谨慎。我承认它在技术方面有巨大的优势，但是它真的和我们现在生活的需要就无缝匹配了吗？目前又真的能够完全替代燃油车吗？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了吗？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时间去验证。有人说中国现在大有一统电车标准的势头，可能真的是这样吧，所以一切都还在路上，不是吗？ OK， 那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不能上，我这相机你要爪子，你不要上哈，别说，哎呀。